大家好，我係阿夫拉。關於提保同曼迪嘅 V3 技能咧，於過年之前咧就釋出。咁今日嘅影片咧就嚟研究一下提保嘅技能，去研究佢嘅邏輯，仲要去睇一下提保係咪真係爆花火金幣，定抑或係用嚟取代資金鳥。我相信咧有一啲嘅觀眾咧係已經提前咧去研究提保嘅技能噶啦。而提保目前大概嘅方向就係半輔助半攻擊。咁我依家開始咧就對提保嘅技能邏輯咧做一啲嘅梳理。首先提保嘅普攻，咁佢係類似打擴散傷害咁樣嘅，即係話打中間嘅目標，亦都打埋側面兩個嘅目標。而提保嘅輸出咧係按提保嘅生命值咧去做計算嘅。不過特別提一提，提保嘅普攻咧於呢個 V3 版本咧從呢個嘅10嘅能量咧提升到20嘅能量，亦即係話提保每打一次普攻咧亦都獲得20嘅能量。然後我哋再講講佢嘅戰技，獲得神啟持續3回合，自身每回合開始持續回合數減1。當提保擁有神啟時，我方全體目標全屬性抗性穿透提高 24%。咁講到呢度咧似曾相識，你哋可以理解為將資金鳥嘅一星雲搬咗落去提保嘅戰技嗰度用，而且喺戰鬥開始前用提保嘅秘技嘅話，就連戰技點都唔使用就可以開神啟噶啦。個概念就同羽梅差唔多。咁提保嘅終結技咧就有啲嘅小改變，但係呢啲小改變咧影響好大。一個就係佢嘅終結技能量要求從 V2 版本嘅180到 V3 版本嘅120，能量需求足足少咗1/3。咁差嗰10點咧就同花火嘅終結技一樣噶啦。而第二樣被修改嘅就係佢嘅結界持續咧由3個回合咧變咗做2個回合。提保嘅終結技就係開啟結界並對敵方全體造成等同於提保 30% 生命上限嘅量子屬性傷害。結界持續期間敵方目標受到嘅傷害提高 30%。受到我方目標攻擊後，每有1名目標受到攻擊，會對被攻擊目標中當前生命值最高嘅目標造成一次等同於提保 12% 生命上限嘅量子屬性附加傷害。簡單啲去理解就係提保用終結技開咗結界，然後炸全場，然後敵方受到嘅傷害咧提高 30%。好啦，講到呢度點理解呢 30% 呢？就好似趙佑搭咗4層嘅盡灰一樣。講到嚟呢度呢，我覺得佢嘅 buff 真係幾勁下。然後最尾嗰個提保 12% 生命上限嘅量子屬性附加傷害，我要點理解呢？最尾個效果呢，據我理解呢係針對 boss 嘅，而且需要對群打5個敵人先至可以體驗到佢嘅輸出。我假設提保同埋大黑塔一隊，喺提保開咗結界期間，大黑塔對全場 AOE 咗一次。而假設中間嘅敵人生命值係最高嘅，只要有一個敵方受到攻擊，就會對血量最多嘅敵人造成等同於提保 12% 生命上限嘅量子屬性附加傷害。咁你打5個人就點計呢？5個人就係 12% 乘5，即係 60% 噶啦。佢呢個效果咧就同資金鳥開終結技每個角色攻擊嘅時候都會附帶資金鳥嘅物理攻擊附加傷害一樣，但係有唔同嘅就係資金鳥呢一種嘅附加傷害係 100% 暴擊率，而提保嘅情況咧就同大黑塔差唔多，都係冇乜暴擊率嘅。咁喺遺棄詞條嗰方面就要注意一下啦。但係呢個提保嘅附加傷害咧仲未完㗎。你需要透過提保嘅天賦額外效果同埋一星雲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嘅附加傷害咧係打得比資金鳥更痛。提保嘅天賦就係我方其他角色施放終結技後，提保發動追加攻擊，對敵方全體造成等同於提保 18% 生命上限嘅量子屬性傷害。若追加攻擊施放前目標被消滅，則對新入場嘅敵方目標發動追加攻擊。咁你可能唔明喎，哇，得嗰 18% 生命上限嘅量子屬性傷害好少喎。咁我哋睇埋額外效果嗰一 part 你就明噶啦。一個額外效果先放天賦嘅追加攻擊後咧，提保造成嘅傷害提高 72%， 嗰個效果最多疊加3層，持續3個回合。第二個額外效果結界持續期間，提保嘅生命上限提高數值等同於我方全體角色生命上限之和嘅 9%。最尾個額外效果就係戰鬥開始時提保恢復30點能量，所以提保嘅附加傷害要將佢發揮到極致。呢一隊友最好喺一個回合裏面放3次嘅終結技，令到提保造成嘅傷害提高 216%。而第二個額外效果長翅膀的玻璃球，因為生命上限提高咧，亦都對提保嘅輸出咧係有幫助嘅。因為提保好多嘅攻擊都係 base on 佢嘅生命上限嘅幾多 percent 咧去輸出，但係我覺得呢一 part 咧對曼迪反而咧影響比較大。而頭先所講嘅傷害提高 216%， 就係用嚟提高終結技嘅提保附加傷害。然後呢個總輸出再加埋提保嘅一星雲咧就非常厲害，因為如果你有埋提保嘅一星雲嘅話，你嘅輸出咧
咧就達到完美嘅境界。咁提寶嘅一星雲效果就係結界持續期間，我方目標攻擊敵人後對結界造成嘅附加傷害目標額外造成等同於本次攻擊總傷害值 24% 嘅真實傷害。咁我對一星雲嘅目前理解就係佢指嘅本次攻擊總傷害值 24% 嘅真實傷害咧，係指提寶嘅附加傷害再加攻擊者嘅傷害。而其他嗰3個關鍵星雲我都講一講。提寶嘅2星雲神啟持續期間，我方全體造成傷害時無視目標 18% 嘅防禦力。提寶嘅4星雲結界造成嘅附加傷害提高至原傷害嘅 120%， 結界造成嘅附加傷害時會額外造成1次附加傷害。提寶嘅6星雲天賦嘅追加攻擊造成嘅傷害提高 729%， 所以按照目前 V3 版本嘅技能，提寶去到1星雲就已經非常足夠噶啦，其他嘅星雲只係錦上添花嘅啫。咁最後咧就講埋佢嘅專屬鋼錐，指裝備者嘅暴擊傷害提高 36%， 裝備者施放追加攻擊後額外恢復9點能量，並獲得預示持續2個回合。當裝備者持有預示，我方全體目標嘅暴擊傷害提高 48%。進入戰鬥時，裝備者恢復21點能量，並獲得預示持續2個回合。所以咧講到嚟呢度，隊友發動終結技次數越多，提寶發動追加攻擊嘅次數就會越多，恢復9點能量嘅次數就會越多啦。亦即係話預示呢個嘅全體暴擊傷害嘅增益咧係可以長駐噶啦。而且進入戰鬥嗰陣，裝備者亦都會恢復21點能量同埋獲得預示。咁特別提一下恢復能量嗰一部分，由於佢冇好似大黑塔咁樣寫固定恢復，所以佢呢個能量恢復咧係會受到能量恢復效率嘅影響。所以呢度亦都或許解釋咗點解好多內測嘅玩家一進入戰鬥開始，提寶嘅終結技就已經充滿能量啦。咁嚟到呢度我哋就總結一下咯。喺提寶1+1嘅情況下，喺混沌末日虛構咧都有 50% 能量嘅情況下，提寶嘅初始能量就會去到60啦，再加額外效果嘅30點能量，再加上專屬鋼錐嘅21點能量，呢度就總共有111點嘅能量。提寶剩低呢9點嘅能量係可以透過詞條嘅能量恢復效率去補咗呢9點嘅缺口，從而第一輪就開啟終結技，又透過隊友不斷開終結技，仲要令到提寶不斷發動追加攻擊，仲要提高提寶嘅附加傷害。而提寶嘅終結技令到對方受到嘅傷害提高，以及提寶嘅專屬鋼錐提高全隊嘅暴擊傷害，都已經實實在在話緊俾你聽，佢已經爆咗花火80至90% 嘅金幣噶啦。而知更鳥同提寶之間嘅比較，知更鳥嘅附加傷害係固定100% 暴擊率，而且知更鳥開大就會做全隊立即拉條，但係知更鳥嘅附加傷害咧係固定嘅。而提寶係一個冇拉條嘅角色，亦都非常少暴擊率，回能嘅效果並唔係好似知更鳥咁樣靠隊友任何嘅攻擊都會做到回能。提寶係需要透過隊友發動終結技，仲要令到提寶發動追加攻擊，從而恢復9點能量，以及保持全隊嘅暴擊傷害提升。不過發現呢，目前好多內測嘅實戰，就算提寶嘅暴擊率去到50或者60%，但我見佢哋好多次打出嚟嘅提寶嘅附加傷害咧都係有暴擊率。咁我諗咧要將來咧先至翻歐到咧，究竟呢一個係咪一個 bug 嚟噶啦？最後有一個問題，提寶係要靠慢嚟取勝，點解呢？佢嘅處置方式就同婉梅喺暴擊傷害隊伍嘅處理方式係一樣嘅，就係你嘅速度越快，你嘅終結技嘅結界就會越快玩完。唔想提寶嘅結界咁快玩完呢，就只有一個方法，就係要佢嘅速度慢落嚟。所以當你哋了解完提寶之後，你哋就會知道點解私人套係因乜解救咧，要靠減速咧去獲得一定嘅效果。但係我係有個疑問嘅，但係喺提寶咁慢嘅情況下，要令到你喺混沌做到0T咧，似乎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所以你話提寶係咪可以完全取代知更鳥呢？我係有啲保留嘅，除非大黑塔喺提寶嘅加持下，再加上記憶主嘅真實傷害輔助，以及迷嘅拉條，咁先至有可能做到0T啦。咁關於提寶嘅 V3 技能邏輯呢，我就分享到嚟呢度啦。咁希望今次呢一部影片資訊呢，幫到大家呢去更深入了解提寶。至於提寶嘅遺棄建議或者組隊嘅建議呢，就留翻下一次先講。中意呢條影片就記得撳個 like、留言、訂閱同埋打個鐘仔。我哋下次再見。